小巧，你来和我说说，我不在府中这几日，这府里都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给老太君请了戏班子来演戏。后来呢？第二天，我本陪在老太君身边，却被三少奶奶支开去烹茶。回来的时候，三少爷带着个少年在与老太君说话，老太君满脸不悦。小巧，你可有看清这少年长何模样？被三少奶奶带着匆匆的走了，我站得又远，看不清楚。反正17、18岁，人挺精干的，块头不大，白白净净的，看穿戴倒像是外地来的。小巧啊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盯着他们呀？我怕被三少奶奶看见，她鬼着呢。打死他！对了，那人就是那天门口挨打那小子。又是他！小巧，你告诉我，你可知他向老太君说了些什么？外祖母，世昭拜见外祖母。世昭，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来，把东西放过去。哎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。又带了这么多东西。外祖母，您慢点儿。你每次归来，都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。唉，我一个老太婆，能吃多少，能用多少啊？以后啊，就别花这个钱了。外祖母，这些事您不必介怀，以后啊，世昭都听您的便是了。还有，各方亲戚，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。今天呢，这2罐茶叶我收下，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。哎，这是我糊涂了？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知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记住了，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追他！站住！别跑，乞丐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起来！跑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给我打！看什么看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啊，大哥。小混蛋，你
想找死是吧？大哥，饶命！赶紧说，要不今天要你小命！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。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，走。这位公子，看您贵气逼人，紫气东来，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！公子，里边请，玩两手，瞧瞧。瞧瞧，公子请。请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哈哈。再来。哈哈哈！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，大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大，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肚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搓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。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的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哎，那是家中长辈所赐。这么个破石头，你真的拿我耳报神当叫花子？少了，这儿还有，而且这家伙看起来像是富贵人家的子弟。若是他输了，便让他打白条，让他家人还。
啊，大哥，这万万不可呀，这个不行啊！没事的，这一把全赢回来。行，好，有胆识。我二豹神开门做生意，来者不拒。既然是豪赌，二位雅家请。慢着，你我二人皆是赌场老手，我看这一局谁掷骰子都不合适，要不挑个新手如何？说的有道理。这逍遥楼是我的地盘，咱不能让外人说我欺客呀。是啊，这骰子由谁来摇？你选。我不行的，小生只会执笔写字，不会这些东西，我不懂。哎，不会就对了。你来摇。兄弟，看你了。我试试。失敬。无妨。好了，我先选小。那我就选大。大。慢着，二豹神，我跟这位兄台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不知道您赌什么？来，是东家。二豹神，我们兄弟二人可是赌上了全部身家，您就这么些银子，怕是有些小气了吧？依我看，若是您输了，就把这半个逍遥楼输给我们俩。大胆！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好，我依你，但我也提个条件：这把如果你们俩输了，打明儿起，在这逍遥楼给我当牛做马，你们俩的私产都归我。啊，那岂不是把我祖产都全押上了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完了，哎，好，开。开。我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我明明吩咐他。吩咐人把这骰子动了手脚。胡说！这骰子难道是刚才掉到地上的时候？失敬。是你换了。您的骰子在这儿。您的骰子摇大摇小，还不是您说了算？我们二人怎么会这么傻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？二豹神，你这半个逍遥楼以后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
我们也无心为难耳报神您，只是听耳报神耳听八方，任何消息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所以特地来此跟您询个消息。问，我们在找一位瞎眼老太，想必以您的神通，已经知道她是谁，在哪儿了吧？早就听丐帮的兄弟说，有2个人在外边瞎打听，就是你们俩。耳报神果然神通广大，我们2人也知道，此事背后牵连颇多，才斗胆拿着半个逍遥楼来跟您换消息。若是您肯帮忙，刚才这赌局便不作数了，这逍遥楼也还是您的逍遥楼。我耳报神敢输，你们2个外地来的小子敢拿吗？您大可以杀了我们2人了事。不过，刚才楼下的赌徒也都看见我们上了楼，如若没有安然出去，我安排的人会去报官。我知道以您的手段平复得了官府，不过因为这样一个小事摊上一宗麻烦，这不值当。况且，我们也都是打开门做生意，这一点钱财，小小心意。罢了，我耳报神本来就是卖消息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要找的人在白雀庵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属实迫不得已，还望前辈海涵。不必了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2人速速离去吧，晚了恐怕要节外生枝。多谢。官爷，他们已经查出瞎眼老太在白雀庵中，务必办好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干什么？往哪儿钻呢？小喜姑娘说了，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不让进去打扰。哎，兄弟，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从昨天起到现在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依我看呢，三少爷就该多出来走动走动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是不是？你搁马府还管起少爷来？哎，不敢不敢。哎呀，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哎，不能进！你这是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拦出去！不是，我是担心三少爷，你看他1天没出来了。三少爷服了药睡下了，任何人都不许打扰，快出去！哎，好。以后谁要是再敢胡乱进内院，我就去告诉三少爷。到时候回了齐府，老太君要是怪罪下来的话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！小七姐姐，我们不敢。快出去！昨儿三少爷1天没出来，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？这出了事，你担待得了？小姐，少爷，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心我撑不了多久了。
喊什么？唯恐整个齐府都听不到你喊是吧？少爷，这是老关的消息。哎，少爷，就我那马车夫也来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就那马车夫说吧，就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别院中，然后终日在内院里面，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也不露个脸，就他那小丫头在门口守着，也不让见人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在别院当中。不在别院，那在哪儿呢？去，把消息给老关传过去。是。大叔，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？白雀庵，不知道。多谢。哎，请问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？白雀庵呀，你们顺着这条山路啊一直走，再向东行，半山腰上就是了。多谢。不用谢。走。走走。打扰二位，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？大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有看见。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太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？多谢。没见过。多谢。难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？应该不会。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，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，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，我要当大侠。木剑给我。小偷，你可要小心了！现在我换了身份，当大侠了。嘿。对呀。换身份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，为保性命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，不再是乞丐。不再是乞丐。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，那只剩……我明白了。哎，小师太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？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？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。多谢。走。
多吃点这野菜啊。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师傅法号陆玄，去年刚到暗中来剃度，在此之前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。那就8九不离十了，就是他。走。打扰二位师太，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，想讨一口斋饭，不知可否应允？啊，2位施主，快快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，开支越来越大。为了节俭，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。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，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，倒也颇为有趣。2位贵客，尝个鲜吧。好。没想到这区区野菜，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。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。来，再点菜啊，再吃点这个。来，给。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。啊，住持师太慈悲为怀，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且出去看看，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？是。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，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？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，去年家中遭遇横祸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。在离开江州之前呢，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。得知我们夫妻2人要来江州之后，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，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。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。善哉善哉，天下受苦的人太多了，愿佛祖保佑庇护。看着2位不像本地人吧？晚辈姓齐，林州人，家中排行第3。姓齐。师太，我们知道，您就是当年瞎了眼睛的老太太。我夫君是齐家3公子，这一次特地来江州，就是来寻您的。残害您儿子的人，在江州横行霸道，在齐家也作恶多端。我们想告发他，惩举他，却苦于没有证据。您跟我们回到林州去当人证吧，去把他的恶行说出来，我们一起收拾他。2位施主认错人了，老尼久居庵中，对2位所说之事全然不知。师太，就这么算了吗？那倒不会。
这陆玄师太决然回去，定是因为不相信我们。毕竟我这齐三公子，可是跟害死他儿子的柯世昭是一家的呢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先取得陆玄师太的信任吧，再想办法把他带回林州。我们就不依不饶，缠到他答应。那叫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找师太去。哎，这位小师傅，阿弥陀佛。你可见到陆玄师太了？去后山了。多谢。师太，我们是齐家夫妇。二位施主，请回吧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位。师太，我知道您还是不肯信任我们，我们也深深为您和您儿子的事感到痛心。但寂静堂告诉我们，您儿子走后，柯世昭便搬到了季家药铺。阿弥陀佛，作孽呀！老尼每日会为你所说的那位苦主诵经超度，愿他来世多生个好人家。官爷，我一直跟随着那对小夫妇，然后他们到耳报神那儿打探到那瞎眼老太的消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老尼姑就是当年的瞎眼老太。耳报神的消息不可能有错的。哼，柯少爷寻了他很久，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。咱们还真是得感谢他们俩，帮了咱们大忙。按照柯少爷的吩咐，杀了灭口。